大家好，这名网友说，细胞子要是真有点自尊心，就应该主动下来。2025年4月14日到18日，细胞子访问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试图联手东盟抗美，应对245%的关税。然而，中国国内传闻呢，细胞子铁杆亲信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被抓之后呢，又有一位上将空军前政委于中福被抓，引发对细胞子军权和执政地位的质疑。细胞子去云南的时候呢，何卫东就被抓了。这次细胞子去东南亚，空军前政委于中福又被抓了。混涛等元老势力主导清洗，细胞子的习家军呢土崩瓦解，蔡奇、王小红、董军等亲信也岌岌可危。如果细胞子还有自尊心的话，面对权力崩盘和历史审判，细胞子应该主动下台，以免沦为笑柄。何卫东1957年生，被视为细胞子军中核心。2022年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负责台海事务。2025年3月13日，某前媒体人爆料，何卫东在二会之后被带走，住所被抄查。金融时报4月11日援引知情人士称，何卫东因为贪腐被免职，是1967年贺龙以来首位被清洗的军委副主席。苗华1955年生，细胞子的铁杆马仔，长期主管军委政治工作部，掌控军官的升迁。2024年11月28日，中国国防部宣布苗华因为严重违纪停职。苗华被抓，动摇了习家军的根基。于中福1956年生，前空军政委。我收到多个消息呢，于中福在细胞子访问越南期间被抄家，可能是因为于中福在南京军区的经历啊。2006年、2014年，于中福2次在南京军区任职。于中福与何卫东、苗华关系密切。于中福呢，与赵克石在2007年到2001年共事，与乔清晨呢，在1985年、2004年、2006年有3次的交集，关系密切。而乔清晨与苗华的岳父叶汉林是福州军区的同事，为旧识，凸显于中福细胞子派系的背景啊。混涛等元老借清洗习家军夺回军权，细胞子为避免亲信被抓，带着蔡奇、王小红、董军出访。何卫东、苗华、于中福的落马，不仅是因为贪腐，更是因为派系斗争。解放军报强调集体领导，暗示细胞子已经不再掌握军权。张幼霞的影响力上升，细胞子的军权已经名存实亡。何卫东被抓，细胞子的好日子也不多了。混涛的影子在清洗中若隐若现，一旦民心和军心背弃，政权呢是很快就崩溃了。细胞子如果真的有自尊心，就应该正视自己的失败，主动辞去总书记的职位。何卫东、苗华、于中福的倒台，撕开了习家军的遮羞布，暴露了细胞子12年集权的脆弱。细胞子自诩为核心，却连亲信都保不住，军权旁落，元老反扑，党内离心离德。混涛的清洗如利剑，斩断了细胞子的根基。蔡奇、王小红、董军随时有可能被查处。
细胞子带着红旗防弹车出访，封街护卫，却掩盖不了内心的恐惧。人民怨声载道，经济因为关税战滑坡，东南亚外交徒劳无功。如果细胞子还有一丝的尊严，就应该在秦城监狱为细胞子马仔预留床位之前主动下台，留给历史一个体面的背影，否则细胞子等待的将是秦城一个都不能少的耻辱结局啊！细胞子东南亚之行表面风光，实则掩饰中国国内的危机。军方清洗引发连锁反应，何卫东、苗华、于中福相继被抓，31军被团灭，动摇了细胞子军事根基。如果不主动下台，细胞子将面临党内元老和军方的联合逼宫，显示民意对细胞子的不满已经达到顶点。但是呢，细胞子说白了，他还是一个党棍，要听安排。他如果今天辞职，总书记就空缺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安排他哪天下台，他就得哪天下台啊。2025年4月14日至18日，细胞子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家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2024年首次出访，恰逢美中关税战升级，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245% 的关税。面对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越南也给加了 46%， 马来西亚加了 24%， 柬埔寨加了 49% 啊。细胞子企图通过东南亚外交寻求突围，强调要对美国强买强卖，表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议定书的意向。然而学者指出，细胞子旨在倾销过剩产能，结成抗美同盟的策略面临挑战，东盟国家在美中之间脚踏两只船的空间几近消失啊！细胞子访问以深化贸易合作和命运共同体为主题。4月14日到15日在越南，细胞子与越共总书记苏林签署了45份合作文件，涵盖铁路、人工智能等领域，并发文称贸易战没有赢家。细胞子强调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历史，提及抗美战争的并肩作战，试图以情感拉拢越南。4月15日至17日在马来西亚，细胞子与首相安华会晤，签署备忘录，推动两国双元模式，呼吁尽早签署自贸升级议定书，抵制滥征关税。细胞子会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布拉辛的时候，很抽象的拿出了他的小本本。4月17日在柬埔寨，细胞子投书当地媒体称，中柬命运共同体以平等互利为动力，强调反对霸权主义，中缅推进一带一路与五角战略对接，深化工业发展走廊、鱼米走廊合作。西港特区已经创造了 3.2 万个就业岗位。这些举措显示细胞子意在巩固东盟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应对美国关税的冲击。2024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是5865亿美元，进口呢仅仅有3958亿美元。中国对欧盟顺差高达1900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也不过是36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顺差超过对美国的一半。东南亚国家真的有这么大的消费能力吗？不言而喻啊，最后还是转口去了美国。东南亚只不过是中国洗产地的地方而已。然而，学者分析显示，细胞子所谓的魅力外交难以完全奏效。细胞子访问东盟有两大目的，一是将美国市场拒之门外的4000多亿中国商品倾销到东盟，
二是利用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相似性，试图形成抗美关税联盟。越南是中国商品洗产地的重镇，但川普明确堵死了洗产地的漏洞，暂停东盟的关税仅仅有90天3个月，迫使东盟国家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东盟表面上高规格接待细胞子，比如马来西亚封锁136条道路，动用反恐维安，但实质上担忧与中国捆绑之后遭到美国的重税。越南的筷子外交试图平衡美中，但是川普的高关税让越南难以继续脚踏两只船。美国市场每年进口3到4万亿美元，对东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中国。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低端商品雷同，如果签署自贸升级协议，可能被美国视为与中国捆绑，面临更高的关税。越南产业链完整，2024年对华贸易有大量的逆差，但是越南更需要美国的市场准入，而不是中国能提供的有限的市场啊。马来西亚作为2025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对华出口顺差很小啊，基本上是贸易平衡。虽然也倾向于中国合作，但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背景和历史教训使马来西亚的外交保持相对的独立。柬埔寨高度依赖中国的投资，2024年柬埔寨对华出口仅有10亿美元，进口130亿美元，但是柬埔寨的经济体量比较小，难以影响东盟的整体。东盟内部关系复杂，矛盾重重，比如南海争端以及台海危机，使东盟难以形成统一的抗美战线。东盟国家的两难处境还体现在地缘政治与民意的反弹。越南担心习包子高调访问可能影响其与川普的关税减免谈判。马来西亚网红及歌手黄明志批评中国隐瞒疫情以及南海侵扰，反映部分民意对中国的戒心。台湾激进党质疑马来西亚元首之子接受中国的器官移植，讽刺其器官外交。有评论称习包子试图替换川普，但是东盟难以完全的倒向中国。东盟的秘书长高金洪虽然支持深化中国东盟伙伴关系，但川普的高关税迫使东盟在经济现实与中国的政治拉拢之间权衡。习包子此行很可能徒劳无功，因为东盟更倾向于通过软性谈判减缓美国的关税而不是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因为东盟国家并没有报复美国的关税习包子的东南亚之行反映了中国在关税战下的突围努力，但是东盟的现实选择限制了其效果。245%的关税重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的 12.8%， 而东盟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17% 的贸易额，成为中国倾销过剩产能的关键。但是川普的贸易战堵死了转口的途径，东盟国家难以承受与中国捆绑的代价。习包子的高规格出访虽然强化了中柬的铁杆友谊和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但是东盟整体难以形成抗美同盟。关税战不仅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也考验东盟在美中博弈中的平衡术。在川普2025年的执政团队中，斯科特·贝森特以温文尔雅的外表掩盖了最大赌徒的内核。他不是传统的政客，也非学术官僚，却凭借对市场的深刻洞察和对美国中产
痛点的精准把握，成为川普提名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曾经一夜做空英镑，赚到10亿美元，如今操盘6000亿美元的关税预算，试图通过激进的改革重启美国制造业。他的计划不仅仅是贸易战，更是一场经济系统的重启，目标是重建被自由贸易掏空的中产阶级，堪称美国经济思想的逆转信号。贝森特的传奇始于华尔街。1992年，他与索罗斯联手狙击英镑，看穿英国央行死撑汇率的虚弱，最终英镑暴跌 15%， 他们一夜狂赚10亿美元。索罗斯称赞其冷静到可怕。2015年，索罗斯为其新基金注资45亿美元，首年收益 13%， 证明其操盘能力。川普看重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他对市场和制度的洞察力。贝森特直言，自由贸易和无限的财政开支摧毁了美国中产。美股的繁荣靠印钞堆砌，前 10% 的富人掌控了 88% 的股票，底层的 50% 却深陷债务。他深知美国经济的假象掩盖了中产的绝望，而关税是他扭转乾坤的武器。贝森特的关税计划激进而清晰，旨在用6000亿美元的预算重塑美国经济。第一步，通过高关税，比如对中国的 245%、越南的 46%、马来西亚的 24% 等，迫使制造业回流，重建工厂，创造就业。第二步，用每年3000到6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为中产减税，缓解房贷、债务等压力。第三步，以关税为筹码，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最终让关税自动消失。因为全球企业将牵制美国，税收转为产业红利。这不是单纯的贸易战，而是系统重启，目标是让美国中产重获买房还债的体面生活。有评论称其为里根以来最大胆的改革，但也有人担忧低端服务业岗位的损失可能会引发阵痛。贝森特坦诚改革的代价，却坚信好工作将取代低薪岗位，重塑中产的未来。贝森特的成败将决定美国能否摆脱债务泥团，重现美国的荣光。美国成功，自由就能成功；美国失败，自由就将失败。好的，谢谢大家。